了，拉直了，拍了！哦，中国拳坛一直以来都是卧虎藏龙。今天小编带大家认识一位中国最能打的退役特种兵，在擂台使出罕见的倒立十字固，更是把台下所有拳迷都给看傻。他就是有着金刚战警绰号的樊荣，在部队期间就喜欢研究各种武术套路，目标就是有一天能找到一套只属于自己的独特打法。历经艰难险阻，也是成为了咱们国内最能打的中量级选手。不过这次樊荣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，这次他要面对的塔吉克斯坦选手哈萨诺夫，有着狼王的霸气绰号，虽然现在已经30岁了，但是他可是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踏上了职业擂台，背后的经历更是大家想都不敢想的。有着15年比赛经验的他，在擂台上的表现更是拳迷粉丝为之疯狂。不过他也想要在自己的巅峰期更上一层楼，甚至放弃了自己在哈萨克斯坦的比赛，主动来到中国参加挑战赛。一位是金刚战警樊荣，一位是狼王哈萨诺夫，那么你认为谁更强一些呢？一声令下，比赛也是正式开始。光是从年龄上和比赛经验上来看，哈萨克斯坦的狼王哈萨诺夫当然更有优势。不过别忘了，樊荣可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兵王，在部队就曾经担任过武术指导。小编还是认为樊荣获胜的概率更高一些。12战，而且是一个平均6胜6负这样一个战绩。后手前摆，上来之后主动的要压制对方。樊荣在场上的擂台解读能力很好，对，他对自己处在一个什么状态，应该怎么做，心里面很清楚。樊荣呢，今年是25岁，身高是1.83米，臂展呢是1.85米。两位选手都在疯狂的试探，不过都不想发起先手主动出击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一旦来到地面，很快就会形成被压制的局面。樊荣的反应非常迅速，面对哈萨夫抡出来的重拳，也能在第一时间拉扯躲避开。中量级的选手虽然爆发力没有重量级那么恐怖，但是也足以一拳致命。有时候可能比赛的结束就在一瞬间，眨个眼儿。这个垫步顶膝，对于自己的膝盖长度估计比较乐观了。这两个人一直都还是处在这个互相试探的这个阶段。对，这个樊荣更擅长在地面压制对手，简单的组合拳虚晃完也是立刻上前压制。不过能看出来，狼王哈萨诺夫十分的不想进入地面，但是这可不是他说了算，就算他在抵触，再不想进入地面，还是被樊荣的爆发力给轻松的折服。我们看要怎么做，樊荣拉到绳圈边上带倒，拉倒了，直接倒，双手支着地面要做了可能。顶膝拉过来，摁倒，齐乘连续砸击。对方的地面技术看来是一般的，没错，但是力量不错。对，樊荣做了身体三角，脚上的扣搭好了，但是这个裸脚应该没了。樊荣的左手不能抽，对，好拿背了。刚才其实差一点掉了，哎，又一次进去，这个不行，没有，不行，太前。樊荣要调整一下自己胯部的位置。在地面简单的一番纠缠之后，樊荣已经成功的控制住了哈萨诺夫，并且找到空隙，想要施展裸脚动作。不过据目前来看，两人的体能十分充沛，想要在第一回合短时间内就终结对手，显然是不太可能。毕竟哈萨诺夫的地面技术也很强劲，相比较之下，他的比赛经验可是要比樊荣多了5年之久，怎么可能会这么简单就被终结？直接生药了，直接来呀！打好这个扣了吗？我们看看，没有打好，但是生药了，拔脖子了，这个比较难，对力量要求比较高。你腰上这个位置就其实是差了一点儿，对，这手臂这就不够，差一点的时候这角度就少了，力臂差一截儿。干的给对手砸击啊，想破坏他的节奏，然后找着机会就开始往里打扣。樊荣这个时候应该常规来说应该是往自己的一侧去倒，如果对方把体重放在你身上是不容易的啊。齐乘被对方翻了，被翻了，踢开，哇，地面砸拳。我刚才那个地面砸。现在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樊荣的体能依然充沛，上来也是主动发起了重拳压制，随后利用时间差迅速的下前去抱摔对手。第一次抱摔并没有成功，哈萨诺夫早就反应了过来，在第一时间就箍住了樊荣的脖子，并且开始用顶膝的方式疯狂袭击樊荣。但是幸好樊荣也在第一时间做出了防守动作，逃过了第一轮猛攻之后，樊荣再一次压制了上来，继续尝试将比赛给带入到地面。
不过哈萨诺夫应该也是对自己的地面技术不够自信，所以一直很抵触进入地面。反正后手抡的太大了，这个樊荣爆，哎，被对方听到了。樊荣要怎么做？啊，要做对方的左手了。哦，对方是有一没有空间，对，是搭在这个绳圈上的，没空间了。好，还是要做，樊荣可能还是要做。樊荣在场上打，我发现他也是一特执着的人。对，就选择完之后必须得。两位选手在地面的纠缠十分激烈刺激，不是哈萨诺夫地面打不过，而是他不想这么早就进入地面，一旦体能消耗的太明显了，很容易就会出现被打得还不了手的情况。不过樊荣在下把位也是不断的展示自己的降服技术，各种刁钻的角度都能发挥出来，不过也并不能完全控制住对手。樊荣也打算用三角锁去终结对手，不过却被对手给挣脱，导致樊荣只能重新寻找机会。过去是往外拽，樊荣这个典型的橡皮防守的布置，我们看自己的左手是顶在对方的脖颈上面，这样对方是很难抬头。护齿还掉在地上，但是裁判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干涉选手，这个时候是会破坏这个他们的两个人的节奏的。对，樊荣胯有点松啊，这个又很危险，转过去十字固，好出来了。哎，在这个索洛哈对于这个地面进攻的防守这方面还挺厉害的。是啊，自己此时樊荣虽然身处下把位，但是并没有陷入完全的被动状态，因为他在地面的技术实在太全面了，被摁在身下也是不慌不忙的状态，并且还能寻找角度来对哈萨诺夫做出锁技，这让对手实在是头疼。樊荣在地面就如同一条蟒蛇，灵活的同时也让对手根本施展不开，更别提在地面去压制樊荣。战术布置是要做蝴蝶防守，锁对方的脚，对，直接把对方踢起来，然后转过去，应该是这样。翻过来，胫骨脚吗？哦，没有，三角脚又做了一次，对方还是逃出来了，中了2拳。哦，锁脚了，吸十字固，对方重心做的太稳了，没有了，是没有，这个应该没有了。还是没有。比赛现在来到第3回合，樊荣故技重施，再一次主动的重拳开路。哈萨诺夫这回合根本没有任何防备，内围防守被击穿之后，情急之下他也是再一次将樊荣给推翻来到地面。不过处于下把位的樊荣依然没有任何紧张的感觉，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老将体能已经严重下降，拖延下去也是为自己让路。还好也就是樊荣这身板。樊荣现在想做手臂吗？小心。逃回了半防，但一直以来，樊荣即使拿到了开放式防守或者蝴蝶防守，对方的这个对于缠斗技的防守还是很严密的，一直的我们看到樊荣多次呢想布置战术，并且呢也是有机会的，但是对手呢都是破了樊荣的这个布置，对，提前预料到了。樊荣现在的动作要怎么做？那我们看，其实进入到地面之后，他的进攻方式倒是一般，对，防的还行。樊荣回到开放防守，我们看要怎么做，要做下劈了。哇！比赛进行到现在，我们也是看到樊荣在这场比赛中施展了各种各样的锁技。虽然哈萨诺夫在防守方面做得很到位，让樊荣多次锁技失效，但同时他也被樊荣给拖延了很长的时间。樊荣的地面防守做得实在太到位，哈萨诺夫根本找不到突破点，索性放弃这次机会，想要重新回到战力，用拳头终结樊荣。但樊荣也早就看透了他的想法，想要和樊荣拼战力，此刻来看简直是在做梦。一下哦，这个还是刚才你那句话，这也就是樊荣这体格啊，哎。又要蓄力了，樊荣小心。哦，还好，那是一个佯装蓄力。对。这个很容易对拳头造成比较大的伤害，那个力量太大，对，力量太足。哎呦，小心，应该是没有。这么糙的缠斗技术，我觉得樊荣不会中啊。
樊荣已经这个大量的时间在被对方压制。对。蝴蝶扫没成功。第3回合尾声，哈萨诺夫被樊荣给锁住了手臂，此时也呈现出了倒立式自固的画面。不过哈萨诺夫也很识相，第一时间就拍胳膊投降了，否则胳膊可能就会被樊荣给扭断了。樊荣就这样逆天扭转局势，成功的赢下了这场比赛。又是一次逆转。